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老李头测评。这次为大家带来的是一个稀罕物件真的非常少，起码在国内真的是很少见的这一款作品，就是 Hot Toys 公司前一段时间跟四百大妈吧，应该是同时出的这一个全球限量600体的1977尼古拉斯哈蒙德出演的这个蜘蛛侠。这一款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它真的是应该电视里面出场的第一个蜘蛛侠了，最老的，非常非常的经典。当然那个时候，基本上玩冰人的玩家很多都是还没有出生非常老，我都不知道有这个东西。400大妈呢，我还听说过，像这一款1977，蜘蛛侠是真没听说过。好吧，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一个，我相对来说感觉比400大妈稍微正气一点400大妈纯属有点搞笑了，这个真的是看上去还算可以的。好，我们今天就来玩一下它。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整个的身形实际上跟之前的那一款的区别不是很大唯一的区别当然眼睛跟腰带，这是完全两个不同的一个东西。我们首先凑近距离来看一下。首先这一个腰带的话呢，摸上去的这个材质我不知道是不是用的真皮，感觉摸上去有点不大像然后这上面有3颗这个小铆钉一样的粘在上面的，当心不要去掉了。我包装里面到时候看看有没有补件一般来说的话会有补件给你当然旁边的这些腰包全都没办法去拆卸的。当中的这一个刻画的还是不错，但是是塑料件，不是合金的。整个腰带可以浮动，不是粘死的，还不错后面单独的这几个腰包实际上也不是固定死的，全都是可以去稍微有一点点的这个活动空间。然后我们镜头再慢慢往上来看一下胸腰部分，整体的这个战衣的缝线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螃蟹手的话会稍微有一点点然后最主要的这一颗头雕，当然也有这个替换眼出场的时候是这一个这个头的话眼睛确实非常大。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缝线正面看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一圈有点凸起，整个做工很复古，还是非常不错的。我觉得这一款也是挺有意思的吧。我也去了解了一下这个电视剧，实际上你真的去翻一下老的这个剧照的话更加抽象，这个做了还比较正经一点。镜头再往下，我们来看一下它整个肩膀部分的话呢，还是有一些关节的一个暴露，看到吧？你把手稍微提一下，能稍微遮掩，但是幅度也不是特别的大。主要这一身战衣，我仔细看了一下，它所有的这个缝线都完全的严丝合缝，没有任何的这个问题。背部，而且整个战衣的布料呢，虽然说比较薄，但是它的弹性非常好。对于折痕的这一个处理的话呢，你去动一些动作它的恢复性还是比较好的。胸口的这个蜘蛛样式做的也是非常立体，摸上去还可以。整个素体的话呢，它没有任何填充全素体，没填充物，包括看一下胯堆的话会稍微有一点点有一点填充。所有身上大部分都是一个齿轮关节，把玩的时候还是非常的脆的，还是非常舒服的。我们镜头稍微拉远距离来看一下，头雕当然没办法去拔下来，它直接是缝在上面的缝死的，千万不要硬拔。好，然后我们简单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可动首先头部可动，左右抬头抬头幅度稍微小一点，这里已经绷紧了。低头有个齿轮关节到这样的一个位置，左右侧头，头部的这个可动非常非常紧非常紧。好，然后回正了以后它这些缝线也不会特别的歪不用特地的去这个打理。然后手臂抬举，
这齿轮非常舒服啊，能抬到这样的一个距离，可以看到这个细致的这个缝线都没有问题，腋下没毛病。再往下，手臂居然可以举这么多，往后一样。手肘部分看一下折叠啊，手肘部分稍微差一点，我一开始以为它可以起码再多一点角度啊。手型也是比较可惜，手型跟这个整个战衣的这色差还是非常明显的。大臂也有一定的旋转空间，前倾也有，胸腰可动，2档、3档、4档，4档的一个可动，往后，幅度也是非常大，左右幅度一般，侧腰几乎是没有，啊，会回弹。来看一下腿部关节，我靠，这腿这样的一个角度往前踢，平行没问题，后追也有角度，屈膝，大腿，咱们可以看到，刚刚我做了一些动作啊，折痕是完全没有的，这还是非常舒服的。之前我印象当中一些蜘蛛侠的战衣，哪怕你稍微折了一下，它这个折痕也是非常明显。好，然后脚部左右前脚掌有一定的活动空间，前后也有，就是你在把玩的时候，当心不要这里的这个外面的这个战衣啊，给它卡进去。脚部也是挺紧的，所以它整体的这个站立性跟接地性完全没有问题，也挺趁手，没有说特别的轻。好了，主体方面的话呢，我们就迅速的看到这里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外包装跟之前的那一款有什么区别，然后就是配件都有些什么不同。好了，兄弟们，这个外包装啊，咱们也来看一下啊。实际上跟之前的400大妈区别真的不是很大啊。同样的包装设计，唯一不同的当然是这个封面，对不对？很明显的可以看到手腕上的这个发射器，然后包括眼睛啊是完全不同的。再看一下侧面啊，腰带也是不同。背部就是产品的这个注意事项跟这个厂家啊，侧面又是一个造型，顶部啊，蜘蛛侠的一个标志，下方竟然还有中文，这玩意儿我一直以为这个海外限定嘛，对不对？以为都会是英文，没想到这下面还是一个的全中文的。好，然后我们来拆开这个包装，包装也是非常的厚实啊，单独的这一层啊，抽开看一下，内容物当然也是比较少的，跟之前咱们把玩过的这个400大妈啊，没有很大的区别，是的，打开后，手型、主体、眼睛，蜘蛛丝也就3个，比较少。后面就是一个地台，下方就是咱们的说明书。OK，包装方面就是这个样子。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少有的配件都有些什么。好了，配件我们也来看一下。首先说明书，东西挺少，它这个厚度啊也是挺厚的。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边是注意事项，一个眼睛的一个替换，手臂的一个可动，幅度确实还可以啊。腰部啊，再往下，腿部可动，然后这个腰带，腰带呢，它可以去脱下来。刚刚我们讲主体的时候没有弄到，可以穿脱，这还不错然后一个相机对应的一个手型，好，然后就是它这个蜘蛛丝的发射器安装方式对应的一个手型，然后这边是安装特效键的一个地方，这边手型对应的蜘蛛丝然后里面的一些造型铁丝弯曲的一个程度最后一个地台跟一个小塑料板的一个装饰
好了，配件说明就这一些，然后我们来看一下。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款。说它是个亚克力板也行吧，就是跟包装封面的那一个差不多，给了2个小的一个支架，可以卡在上面，放在柜子里面也还不错。我记得之前400大妈应该是没有。好，3个蜘蛛丝都一样，没什么区别只是可以去捏一点造型。接下来手型的一个补件腰带上的3个它没有给，只给了这个手型的。好，接下来来看一下它的手型。首先一对这什么一个敬礼手一对，然后它单独还给了一对造型手。这边是握持这个特效键的2个手型。好，最后又是一对造型手，这个可以去做一个抓在地上的一个经典的动作，还不错。好，然后这边就是它的一个发射器，软胶材质里面的话应该是没有防剐蹭的，我们来拉近镜头来看一下。那整个一个软胶件在里面，涂装的话呢也没有什么多大的细节。好，最后一个小配件，咱来看一下这个照相机可惜没有挂脖的，只能拿在手上不像之前加菲的那个照相机有一个绳子可以挂在脖子上，这个只能手持。涂装中规中矩。好，最后就是咱们的这一对蜂窝状的替换眼，把玩的时候当心这2边开模非常尖锐，不要去弄坏了。一共就这么一对替换眼，咱们拉远镜头来替换一下它也是一个磁吸的，拿的时候呢按照说明书来。当然如果你有点支架的话也行，它这个磁吸挺牢固的，可以看到千万不要从这上面去撬，因为这一块很脆，很容易给弄坏当然你有点支架是最好的，没有支架的话就稍微有点困难。给它这样这2块地方去抠一下，顶下来就行了，然后咱们给它吸附上去，还挺难吸好，这样就顶上去了。来看一下，实际上造型也是挺奇怪的挺抽象，但有点意思，这个毕竟是经典，对吧？好，最后就是经典时尚6边形底台，加一个夹腰支架没有其他的一些特色。整体的把玩感觉的话呢，跟之前那一款400大妈真的是没有任何区别只是眼睛、腰带跟一些配件有些不同，其他的整个主体的话呢，我觉得是没什么区别的。但是如果你是老粉特别是对蜘蛛侠这个 IP 非常喜欢的话，我觉得这一款也是比较适合的。但是现在价格确实有点高二级市场首先它货比较少，价格呢现在都是4200、4300，确实是有点贵而且这个东西应该旗舰店也不会有福袋出来所以要入这一款的兄弟稍微考虑一下，真的很喜欢可以搞一个，我觉得还是挺好玩的吧。如果跟400大妈摆在一起的话，很有意思。好了，本期老李头视频的话呢，差不多到这里结束了。如果喜欢老李头视频的话呢，还帮我在视频的最后来个一键3连的支持，你们的支持是我做视频的动力。OK，本期的这一次开箱把玩，咱们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